令员，你看消音器我找到了。哎呦，老天爷赐予我的。干嘛不头不脑的？人气！哎，新兵为了造狙击枪的消音器，不仅屡次偷砍老大爷祖坟上的罗汉族，甚至练手时竟还多次朝司令员的方向开枪。可不料竹制消音器次次都炸碎了，然而他却万万没想到，真的消音器竟然被老大爷无意间从田地里捡到了，这瞬间让他喜出望外。消音器我找到了。不仅顺柳十分兴奋，就连文书翰林也十分震惊，而司令员陈大雷跟三营长更是难掩诧异。这像个原装的，像个铁笛子一样的。为了验证这消音器的真假，陈大雷当即决定试射2发子弹，而他跟三营长此时的心态也由此前不相信顺柳能弄到消音器，转变为由衷的期待跟兴奋。所有人也都屏息凝神，等着陈大雷的试验效果，目标依然是树上的柿子。声音很小，真的是真的，司令员，无声枪啊！随着狙击枪发出很小的枪声击落树上的柿子，众人纷纷惊叹不已。这不仅是对装备的认可，更藏着对6分区未来战力突破的期盼。因为这把顶配狙击枪注定会成为战场上直插敌人心脏的利器。你别说啊，这日本人用的这东西就是好哈。这把枪的原型严格来讲并非纯日式，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在电视剧的原著小说里，它名为日式97式狙击步枪，是38大概的改良款，有效精准射程可达600米。但拍电视剧时，王宝强用的这把枪实际却是美制 M1941约翰逊半自动步枪，而此枪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华东战场，所以这里可能纯属艺术加工了。然而眼见这枪如此珍贵，陈大雷竟开始故意逗趣顺柳，佯装要没收这把好枪，说这么宝贝的枪不能随便给人使用了。这瞬间让顺柳急得眼眶泛红，都快要哭了。你找到怎么样啊？没讲啊，服从走资的分配。这枪就我找到的。眼见目的达到了，陈大雷这才将枪递回，而顺柳攥着枪咧嘴笑的模样，满是纯粹的真实，显露出他单纯木讷的性格底色。对于他这样的神枪手来说，这把狙击枪无疑就是最好的杀敌利器，而陈大雷对他也寄予厚望，希望这枪在他手里能发挥最大的威力。这既是对顺柳枪法的绝对认可，更点出了战场的核心需求。往往一名精准的狙击手，战力甚至能抵得上一个普通步兵排。不要老在睡觉，好好的研究研究，争取为咱分区立个大功。放心，司令，我一定会好好干。从此之后，有了消音器的加持，顺柳手持狙击枪简直成了这一代鬼子的噩梦。他带着枪穿梭战场，就跟飞鸟入林鱼儿入水似的，几百米外悄无声息地扣下扳机，鬼子往往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一命呜呼。而在抗战年代，顺柳这种隐蔽精准的打击能力，简直是敌后战场的杀手锏，既弥补了部队装备的短板，也让鬼子尝到了藏在暗处的恐惧。你每次打1-2个鬼子，不要贪多啊！打完以后迅速返回。在我看来，顺柳对战场的掌控感是越来越强了。消音器不仅让他的天赋彻底释放，而且打鬼子的执念也有了最有力的支撑，行动也愈发果敢。但虽然他的枪法百发百中，可在三营长眼里，他的短板也格外明显，因为他眼里几乎只有杀鬼子和狙击枪，完全不懂人情世故。三营长想让他每次执行任务时适当带1-2名战士同行，可顺柳却只想单打独斗。累赘。你看你，这是个大家庭噻，你怎么能嫌他累赘呢？这话藏着2人的核心分歧。顺柳靠天赋，只讲杀敌效率，而三营长则懂团结的重要性。战术上给他自由，战略上则打磨着他的集体观念。我晓得你枪法绝，打敌人一枪一个，我承认。但是说你枪法再绝，你一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把小鬼子赶走噻。说白了，三营长就是盼着顺柳懂个理，本事再大也得靠团队，毕竟打鬼子从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抱团才能打胜仗。然而没成想，接下来的一次单独行动中，顺柳竟遭遇变故，遇上了2头伪军调戏民女。哎，兄弟，是个娘们儿啊！呵，脸上虽然抹上了锅灰，模样还挺俊呢。这么俏的丫头，一定是新四军。女孩本想女扮男装进城见爹娘，可反倒陷入险境。所幸在附近执行任务的顺柳果断出手，才2秒半的功夫都不到，就击毙了伪军救下人。而这场行动也成了他的成长考验。临走时还下意识顺走伪军的2只鸡，刚好给司令员陈大雷凑顿肚包鸡。